为什么说每个自闭症患者都是天才？少年通过扔纸团，他就能计算出病人有没患脑癌。因为如果脑中枢阻塞，就会控制不好投纸团的角度，可掌握不了投纸团的力度，这样就会导致患者对距离的判断出现很大的偏差，这也是脑癌患者投不进垃圾桶的原因。好家伙，吓得我以后都不敢打球了。杰克是一名天才医生，而他却在一次手术过程中出现失误，院长因他被引咎辞职，而他就比较好运了。新任院长觉得杰克在医疗领域里有很大的天赋，于是将他留了下来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他被下派到贫民窟为穷人做慈善检查身体。就在他回车里拿药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位流浪汉在偷药吃。他们向前询问情况，流浪汉扒开嘴巴给杰克看。由于口腔不注意卫生，他长了一个脓包，这放在一般的医生眼里就只是口腔溃疡而已。而杰克却说这是脑膜炎的症状。他倒了一杯酒精给流浪汉漱口，可流浪汉却一直拿不到杯子，感觉有点神志不清。他们把流浪汉带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院长知道情况后冲了进来，怒斥他们两人浪费医疗资源。流浪汉一看就没有钱支付医疗费。院长说这里是医院而不是福利院，但是同事却站在杰克这边。于是院长同意给流浪汉检查，但是如果检查结果没有病的话，那么他将被辞退。最终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发现流浪汉确实没有得脑膜炎。同事知道后非常失望，于是杰克找到了之前的患有脑癌的老院长帮忙。杰克看到老院长扔纸团的时候一直扔不进垃圾桶，于是他断定这跟脑癌一定有关系。他拿起纸团瞄准垃圾桶，头脑马上浮现一堆公式，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段神奇的推断。他认为流浪汉一定是患有脑瘤，于是他急忙找到同事，你别收拾行李了，那个流浪汉是真的有病，我们的诊断没有问题，只不过不是脑膜炎，而是脑瘤。然后他们来到了贫民窟找那个流浪汉，此时的流浪汉却表示从没见过他们，让他们走，看来是失忆了。杰克找到了他的身份证，但是流浪汉早就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，甚至连家人也都忘了。杰克把他带回去检查，院长又出现了，发现他还没走的时候非常生气。就在这时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流浪汉确实患有脑瘤。好在院长也是个好医生，本着人道主义，院长愿意免费给流浪汉治疗，这下终于保住同事的工作了。杰克非常高兴，手术过程很顺利，脑部肿瘤被取出，患者各项指标也很正常。当流浪汉醒来后，医院根据他的身份证找到了他的家人，他一眼就认出他们，原来他并不是流浪汉，而是脑部肿瘤让他失忆了。最终这一家人相拥抱在了一起，杰克又再一次挽救了一个家庭。可接下来的这个病人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只是染了个手指甲，医生却要求他把手指剁了。女孩一脸疑惑，不至于吧？而杰克却说，劣质的指甲油会引起食肉菌感染，如果不及时切掉手指，等菌体感染全身，你就直接BBQ了。女人听到后当场就发飙了，我作为一名钢琴家，如果把我手指切掉了，我拿什么弹奏？杰克说你不还有9个手指吗？无语了。为了缓解女人的情绪，同事赶紧把这个大直男拉走，同事让他不要胡说八道，而杰克却说，根据病人手指的症状，绝对是食肉菌感染，切掉手指是最保命的方法。同事说道，你可知道手指对于一名钢琴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吗？杰克是自闭症患者，他并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，同事也非常无奈，他只好回到病房安抚女人的情绪。杰克却一直在旁边添油加醋，说你现在体内的菌体数量每增加1倍，你的体温就会升高1度，如果不及时进行切指手术，你将饮恨西北。女孩听到自己即将要BBQ，直接吓傻。同事再次把杰克拉了出去，说悲观情绪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，但是杰克直接无视同事的话，因为现在女孩的体温已经39度了。同事终于相信了杰克的推断，他们决定给女孩做手术。然而噩耗再次传来，通过检查，女孩的肌肉全部坏死，这意味着她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医疗时间，必须马上手术切除坏死的肌肉。医生对女孩的手臂进行消毒，在切开手臂的过程中，杰克闻到了一股臭鸡蛋味，加上女孩也一直昏迷不醒，杰克断定这是感染者休克，也就是说是肉菌已经感染到女孩的骨骼了，必须马上将女孩的整条手臂切除。女医生听到后懵了，随即医生用电锯切掉了她的手臂，阻断了感染，成功的保住女孩的性命。也许早点接受杰克的意见，就不会到如今的地步。手术非常顺利，女孩也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当她知道自己的手臂没了的时候，直接崩溃。不是说只切除一根手指吗？好家伙，直接把我整条手臂都整没了。女医生把情况告诉女孩，女孩听到后开始责怪女医生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一直劝说杰克，我也不会耽误手术的最佳时机。女孩让女医生滚，并表示会投诉她。女医生本来是想为女孩的未来着想，没想到却害了她。她坐在病床上委屈地哭了起来，她为自己的做法深感自责。主治医生走了过来，他说或许就得学习杰克坦率无情的一面。主治医生说，杰克并不是无情，他只是把全部的专注力放在了病情诊断而已，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的结节。女医生的心情慢慢平复，怪就怪自己的业务能力不行，还自以为是吧。另一边，杰克马上赶回家过七夕，却发现卫生间的卫生纸装反了。自闭症患者是容忍不了这种事情发生的，于是他跟女朋友吵了起来。没想到吧，自闭症患者都有女朋友。杰
克气炸了，他问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，遥控器也一直放在沙发上，而不放在盒子里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精神折磨。玛丽也发飙了，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按照她的生活方式来过。其实情侣吵架就是这样，本来没事，只是吵着吵着事情就变大了。好在玛丽也非常的爱他，主动的跟杰克认了错，只要有一方愿意去放低身段，我相信对方会原谅你的。两人相视而笑，玛丽表示去房间等他。傻憨憨的杰克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其实情侣都是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变得更爱对方的。然而第二天，杰克就跟一个肤白貌美的女人亲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女人的丈夫回来了，说难怪银行里的存款一下子就被花光了，原来是你拿这钱扯犊子了。他问妻子是不是背叛了自己，妻子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，只是说自己控制不住，非常抱歉。这下彻底伤透丈夫的心，他一瘸一拐的走开想静静。原来就在早上，夫妻在自驾游的过程中发生了车祸，妻子被撞到了脑子，所以行为有点异常。医生跟丈夫解释了这一切都是个误会，可能是妻子脑中枢神经出现异常，所以才会出现胡说八道的症状。她让丈夫不要担心，丈夫情绪这才稳定了下来。医生还说，你的妻子伤势比较严重，所以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了。丈夫蒙圈了，称自己都结扎几10年了，怎么会有孩子？杰克说可能孩子不是你的。丈夫听到后一瘸一拐的又想静静了。回到女人的病房后，杰克发现女人的手出现了痉挛，这是脑癌才有的症状。原来女人之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和语言，都是神经被肿瘤压迫所导致的。杰克为她做了脑部 CT 检查，而结果却出乎他的意外，女人根本就没有得肿瘤。这么说的话，女人的所有不正常的行为都是她故意的。于是杰克找到了女人询问情况，女人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并不是故意的。于是女医生给女人做了一个测试，让她按着钟表盘的样子画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女人画出来的钟表却验证出了她的脑子确实有问题。这种现象叫半侧空间忽略症，会使患者只能意识到半侧空间内的物体，也就是说，他看不到左边视野中的物体。经过全身体检，他们发现女人的胸口长了一颗肿瘤，而这颗肿瘤产生的蛋白质进入了大脑，从而导致女人一有想法就会去做，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。杰克跟丈夫说，这是因疾病而导致的误会，根本就不算是背叛。妻子也向丈夫坦白了一切，银行卡里的存款她并没有拿去扯犊子，而是捐助给慈善机构了。因为每次看到捐款，她都会忍不住的想去捐。丈夫问一共捐了多少次，只要坦白，我会原谅你的。妻子泪流满面的说道：150次。丈夫听到后骂骂咧咧的又想出去静静了。女医生找到了丈夫，咱们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，不要一言不合就想静静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但是一旦他离开你了，就回不来了。再说你妻子是得了半侧空间忽略症，也就是她说的任何事都只有一半是真实的。这么说的话，妻子实际是捐了300次款。丈夫又一次想静静了。另一边，杰克为了让女人变成正常人，他决定为女人摘除肿瘤。在杰克的一顿神操后，手术顺利完成。女人含情脉脉地看着白白嫩嫩的杰克，越看越喜欢。杰克问是不是很想亲她，女人说是的，但她不会这么做。这一次，她忍住了。杰克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，这表明女人已经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了。就在这时，丈夫想完静静回来了。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丈夫最终还是接受了妻子的过去。只要两人彼此相爱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就在医生为他们的复合而高兴的时候，医院来了2名病人，他们感染了病毒性肺炎。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，没想到他们的到来却给医院带来了一场灾难。杰克看到之后，脑海不断闪过画面：皮炎不是，牛皮癣也不是，难道是病毒？最终他确诊女人得了病毒性肺炎，他慌忙拉开帘子，质问刚刚还有谁跟你接触过。女人说这位男士在飞机上坐在他隔壁。杰克看到男士脖子上也有红色斑纹，他确定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其强的病毒，这就意味着飞机上的所有乘客，包括医院里的所有人都已经被感染了。果不其然，杰克发现了送患者来医院的一名保安，脖子上也出现了红色斑纹，他们坚信是感染了同一种病毒。保安还没意识到这种病毒到底有多大的危害的时候，那个被感染的女人已经停止心跳了。保安站在门外，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结局。中国台湾省的牛医生当机立断，通知封锁整个医院。为了防止病毒传播，医院内所有人禁止出入。众人听到后议论纷纷，难道我们都要死在这里吗？抗议者接连出现，他们都反对封锁。有一个男子举起凳子准备破门逃跑，牛医生看到后不得不使用镇静剂让其安静下来。赶走就是这样的下场，大家这时才服从管控。此时的医院已经被警察封控了起来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由于牛医生跟患者接触比较密切，他也被感染了。手腕上的红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按下了开关，把自己关进了隔离区。医院唯一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也被感染了。他在隔离区里面对其他被感染者进行抢救，可这种病毒实在太猛了，
只要中招，那就只能等待死亡了。牛医生看到这一幕后，他也意识到自己也会是同样的结局。而在隔离区外，一名男子突然咳嗽了起来，众人看到后，对他如同瘟神一样避而远之。医院瞬间乱成一锅粥，而患有自闭症的杰克被吵得根本无法思考。他双手抱头躺在地上，然后缓缓地闭上眼睛，神医也倒下了。这可怎么办？隔离室内的牛医生也终于扛不住了。现在医院里就只剩下这个打杂的医生，看着那些在他面前死去的感染者，他却束手无策。就在这时，他在一名已感染死亡的患者口袋里发现了一个有缺口的口罩，这说明这个口罩很多人戴过，所以才会出现破裂。病毒可能是通过雾滴状传播，而不是空气传播。他把自己的推断告诉给了院长，这个线索很重要。院长似乎想到了应对措施。就在这时，牛医生已经面色苍白，呼吸困难了，就连呼吸机都无济于事。他的氧饱和度已不到70%，现在有经验的医生根本就进不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另一边，院长马上求助世界最强国中国的帮忙。最后他们听从